这边就更隐秘了。哦，这边这个设计就真的很不错。这个虾膏是这么多，满，它的虾膏是这么多，然后里面虾肉整块的，完全整块虾肉。好了，上一集我们来到了曼谷机场苏万那布太行的主场，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拍的这间是非常特别的。太行贵宾室的话，在曼谷有非常多间，那其中只有这一间是有头等区域的，也是最大的一间，就是位在D区的这一间太行贵宾室。这一间的话是唯一有头等区域的，其他几间都没有。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一间的头等区到底有多厉害。那进来的话呢，就会先看到右边有这个65周年的这个招牌的这个造型，然后中间就是它的lounge，然后左边就是这行这太行已经消失了380啊，现在放在苏万那布地上晒太阳，很可惜，美丽的380。那我们往左边这一区就会进到头等专区，所以刚刚职员就会领我到这边来，所以我们进到这边之后，里面就是头等专区的部分了。对，那头等专区躲在这个商务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下午这个时间一个人都没有。那这在我预期之中，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对，所以它座位其实非常多，这应该看起来60-70个座位跑不掉，占地非常的大。虽然它是商务贵宾室里面的一区啦，然后这边当然也有像这个就是像餐厅做的点餐部分。不过我们刚刚吃的太饱了，我们可能先逛逛环境先。太行职员真的是太热情啦，就是看到我在录影，他就主动说他们另外一区商务贵宾室的区域是新开幕的，所以他说他要不要带我去逛逛。我当然说好啊。那大家不要走错哦，这是在第一这一区最新的贵宾室。哇，商务这边大家看，就我现在这样边走边录影，这个占地就非常的大。果然呐，国家级航空公司主场级的就是不一样。哦，所以我们现在走到隔壁哦，这是个新的区域。那我们今天太行贵宾室大解密，哇，这边的造型也很漂亮。65周年庆，他们重新装潢过这个区域，所以我等于把商务部分也拍给大家看了，就是这个新装潢的区域。哦，这就是在平常安检下来直接到的贵宾室的区域，就是安检完之后就会直接到这个区域，所以太行等于是就在最好的位置啦，这也很合理嘛。主场航空公司。哇，这个占地真的没话说，真的是非常非常大哎！即便是商务舱这边其实并不拥挤，其实人是多，但是它占地面积真的是太大，所以就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这一区明显就比较高级哦，有看到哈根达斯各种东西，所以商务区这边看起来食物就比另外一边要选择多。上次我另外一边有逛过，另外一边的话食物选择真的没这么多哦。太行贵宾室要从头走到尾，还真的是花时间呢。他们这边有新开了一间新的太行头等贵宾室，在这个地方，所以它头等贵宾室一个躲在商务里面的，另外是这一间是全新另外装潢的哦。好，跟大家 update 一下，刚刚我们看到那一间那个全新的头等贵宾室是今年2025年4月才刚刚开的。本来头等贵宾室就是刚刚那一间，所以刚刚地勤也带我到那个地方，因为是旧的，它就躲在商务贵宾室的左边有一个头等区域。第一区那个非常大间太行贵宾室，它其实是完全连通的。你从转机入口进来，然后还有从安检下来，所以如果从安检下来，刚刚我们看到电扶梯的那一边，你如果是出境的话，过完海关安检下来之后，直接到我的太行贵宾室。那你如果想要去新头等的话，你要出那贵宾室之后，你要左转。就会到刚刚那个新头等贵宾室，这边的话就是商务的部分，这就是安检下来的地方，就在这边。所以要头等区的话，你要从这边，然后再左转往那边走。然后我们刚刚进来的 gate 口那边的话，也是D 的部分，所以它整片太行贵宾室其实是连在一起的。不过这间贵宾室哦，我不得不说，它虽然这个装潢看起来并不是那么 fashion，然后
食物也看起来没有到很 fancy， 或者是说没有特殊的一些设施，而且蛮可惜的是，太行在之前的话，他们是有按摩的服务，它商务舱就可以按摩半小时，头等的话就更不只是全身按摩。那他们现在说，他们现在这个服务的话，现在是拿掉了，唉，蛮可惜的。我还蛮期待这个按摩服务的说，它依然有一间非常巨无霸大的这个贵宾室。应该比香港国泰的 Pier 还要更大哦，应该这样讲啦，它可能视觉上会很大，但可能占地可能没那么大，因为它是个长方形的，所以也有可能是面积没那么大，可是你感官上面会觉得它非常的大，因为它非常的长。好了，我们回到刚刚的头等区了，那我们现在拿我们刚刚的行李，那我现在带着我的行李，我们就要搬家去新的那一区喽。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是蛮足够的，因为刚刚那班大阪来曼谷其实提早了45分钟到，那所以我们要搬去另外一边，但我们还有一点时间。他一来的时候已经帮我准备了这一杯他们的饮品，这是一个用干冰泡泡，然后里面放的是他说是斑斓汁丹丹，那我们就先做一下，喝杯饮料，很泰国，很好喝。然后他说这两边的 menu 我说不太一样，这边的 menu 的话长这样 ，Royal First 就讲这是酒单。对，那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它酒单部分的话，有一些 signature cocktail。大家刚刚推荐我喝那个第一个就是他们的招牌，这个 Rakam Taufa， 叫我喝这个。对，不过我现在是喝不下，因为刚下飞机，好饱。食物部分它其实阿拉卡特也很多啦，他们西式食物、泰式食物选择都有，然后也有一些 dim sum， 就是有一些就是亚洲食物选择也都是很多的汤啊。我想吃的东西应该是没有问题啦，因为这边的话，其实其他地方，自助餐部分其实也算是蛮好吃的，像这个虾子的 Pad Thai 呀，然后 shrimp 的冬阴功啊，对，然后这个烤 Pro Thai Style Grill 泰国烤的牛肉或是猪肉啊，哦，也有羊排、牛排、salmon， 哦，都有哎，虾子的云吞汤，哇，这里面东西很多哎。我们坐一下再来吃，现在刚下飞机，吃不下。我们在这边的话，先给大家简单先开场白一下好了，因为这边完全没人。为什么完全没人呢？是这样子的，寰宇一家跟其他两个都不一样。星空联盟跟 SkyTeam 的话，他们这个贵宾室的共享阶级都只有到商务这个 level 而已。只有寰宇一家多一个绿宝石，所以大家为什么对于寰宇一家绿宝石这么风靡，就是因为它是唯一一个就是你可以用会籍就可以进入头等贵宾室的方法。其他的话，像星空联盟跟 SkyTeam， 他们提供头等舱的航空公司不多，那所以你要进去的话，就一定要是他们自家的最高等会员或达成某些特殊条件，那这就因人而异了哈。比如说。星盟的话，我可能比较熟一点，像 ANA， 你要用 ANA 的 Suite Lounge， 就是你要 ANA 自家的 Diamond， 或者是你搭新航的头等，因为新航跟 ANA 有签合作，所以你搭新航头等、太航头等，从成田羽田出发可以用 Suite Lounge。那其他的话是你没办法靠其他会籍进到 ANA 的 Suite Lounge 是没有办法。那同样道理，在新加坡的话，新航也有提供一个 First Class Lounge， 那个的话你也不能靠新盟金进去，你一定要搭头等，或者你是 ANA 的钻石。ANA 跟新加坡航空他们有互相签这个协议，让两边的高卡可以用对方头等贵宾室，也就是新航的 PPS 成员可以用 ANA 的 Suite Lounge，ANA 的钻石可以用新航的 First Class Lounge， 所以他们等于都要特殊签约才可以使用。那联盟所规定的就只有到商务层级而已。星空联盟跟 SkyTeam 的话，如果你要进到真头等贵宾室，比如像 Delta 在美国 Delta One Lounge， 那就不属于联盟规范，他们会在联盟规范的商务贵宾室上面，如果再增设一级的话，那个就不在联盟里面，你没办法靠联盟的高卡进去那贵宾室。那这件的话道理也是一样，这件的话，太航在曼谷自家主场这个 First Class 这个 lounge 的话，你是没办法靠新盟金进来的，你靠新盟金是一定不行的。那所以目前我所知道进来的方式是两种，第一个就是你搭曼谷出发星空联盟的真头等舱，我要想一下，曼谷出发星空联盟的真头等舱。除了太航，我们刚刚搭的自己提供的那3班东京、大阪跟伦敦之外，新航一定没有 ，ANA 一定没有，韩亚航一定没有，中国国航我不确定，纽航一定没有，卢浮山萨飞曼谷有没有 over 头等舱？可以查一下，还有像 Swiss 飞那个瑞士，还有奥地利航空飞奥地利，奥地利航空一定没有。瑞士航空飞曼谷有没有头等舱？可能要查一下。有的话也可能是季节性的，可能不是 regular 的。卢浮山塔可能也是，所以美国一定没有。那欧洲可能有，对，但是可能也不是 regular。所以
你基本上要搭新盟的头等舱航班从曼谷出发就很少。你太行就1天3班而已。那伦敦的话是一班晚上，一班早上，东京是一大早，曼谷是半夜，所以下午时间为什么没人？这个时段没有太行头等舱出发。那像我是抵达然后转机，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这一次挑这个航班，因为跟各位分享小知识啦哈。因为星空联盟他们联盟之间的规定是只有商务贵宾室，所以假设你今天转机行程里面你是头等转商务，最经典例子就是你今天如果搭 ANA 头等在东京回台湾，最后后段转的是长荣，这非常常发生，因为成田桃园 ANA 自己没飞啊，所以你如果是头等舱，如果假设订到成田的，你后面成田台北如果要直挂回来，你就只有长荣选择嘛。那你如果是 ANA 头接长荣商务，那你这样回来的时候，在东京你是不能用 ANA 头等贵宾室的，因为你跨2个航司的话，你走就是新盟规定，可是新盟规定就是没有含头等，所以你就只能用商务。上次我在那边成田转机的时候，刚好那个地勤是个台湾人，所以他跟我讲得非常清楚。他说，那如果你后段是 ANA 航班，那就会走 ANA 自家规则。ANA 自家规则的话，原则上自家就会以最高舱等服务你，也就是你头等转商务，前后都 ANA， 那就可以用 Suite Lounge。你前后段如果同一间航空公司，那会以最高舱等服务你。像国泰的话，你只要一段是国泰头等，其他国泰商务你全程都能用头等贵宾室。太行的话也是的。小知识给大家补充，如果你想要提头等贵宾室的话，在新盟或 SkyTeam 的话，你记得你一定要走这个同一家航空公司。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订这个航班。所以我刚刚是3点左右，3点多抵达大阪，我等下7点多才要再飞槟城，那我这中间就可以用太行头等贵宾室了。那你说除了搭头等舱，还有没有办法？有。太行自家的最顶卡，太行自家最顶卡的等级是什么？我们待会儿到下一间我们再聊。在旧的贵宾室出来，最左边出来的左前方看到这个黄色的地方就是了。那这也很符合，因为太行就是头等是以黄色设计为色调。哦，这就是所谓新开幕，2025年4月份新开幕的 Thai Royal First Lounge， 很漂亮。好，因为我刚刚进来之后，我就跟他讲说，我要先洗澡这样子，然后他就引领我来走到最里面这个区域，但是我走进来就发现这就是一个厕所啊，然后这边有一些置物柜，这空间安排是蛮巧妙的。然后这边放一些杂物，然后这里面有一个门推开，肖沃润就躲在这里面了。可是门口完全没有任何人把守哎，那其他人如果要进来，肖沃润就是这样直接走进来吗？然后里面这样子的话是有2间 shower room， 所以就是可以给2个人同时这样洗吗？但是，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空间，这里面也像没有加热。它旁边这个有一个像烤箱的东西，但是里面也没有方式。然后它的浴室里面的话也没有备品，你们看到就是非常阳春，就想这样没有备品，什么都没有。然后它备品要放在外面。毛巾也在外面，就像这样。备品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哈。备品是整套的欧舒丹马鞭草，然后有牙刷、牙膏，整套都有，所以东西是很齐全的，好妙哦。但是刚搭完飞机，好累，所以我要现在洗个澡，然后再来跟大家慢慢的聊。刚故事还没有说完哦。好了，我们现在洗完澡了，神清气爽，那我们就可以来参观这间头等贵宾室了。那刚刚那边一样，这边其实也是几乎没有人，所以这边的话落地窗就可以看到外面的飞机。虽然这边栏杆是有点多啦，然后这一面都几乎太行使用，所以这边整面太行的飞机了。整个色调跟感觉就差很多，明亮非常的多，然后也很舒服。然后这边有一个调酒的酒吧，然后这边的话是一些，这边的话就有一点私密空间的感觉了，就是一间一间的包间。然后这个小包间的话，总共是有3间。然后再往里面走的话，这边还有一些小包间。这边就更隐秘了。这边这个设计就真的很不错，它就是一间一间像这样，然后有一点用镂空，然后把它去做成隔间，所以这样坐在这边其实蛮不会被打扰的。所以有2个像这样子的区块。然后我们再往里面走。这边是可以躺下来稍微睡觉的地方哎，哇，这个超棒！整个区块其实里面除了吃饭的部分，就是都是小隔间呐，让所有的旅客其实就除了吃饭在餐厅之外，是不太会受打扰的。
那这一区的话是单人的座位，所以单人的话就可以选择这边。所以它是有双人隔间区，双人的包厢大概约莫有10几间，单人的有大概4、5间，然后有一间是有床的，所以右边这整个空间都是像这样，都是一堆的隔间包厢区的概念。太行的职员真的人都非常的好，他看到我在拍摄，就把那个 reserve 的门打开，让我可以拍摄这里面的环境。哇，独立的一个隔间可以吃饭。这真的就是像 fine dining 的餐厅的感觉。菜单部分呢，其实长得跟刚刚那边是一样的菜单，就一样有这个酒单，然后跟这个大本的 Royal First 的菜单。不过有一个不一样，它里面多了2张，它只是的 chef， 然后这个月的 Chef Special 太 Catering， 然后它就是11月的特餐，因为我们今天是2025年的11月3号，有鲍鱼，有龙虾，有炖汤，有叉烧的这样子的一个组合。对，那虽然来太行贵宾室吃中餐是有点奇怪了，可是因为这是本月特餐，就只有这个月吃得到，所以又觉得好像不吃很可惜，所以我们就来尝尝味道。那我特别跟他讲说，就请帮我多做小份这样子。我觉得这也是蛮用心的，就是这个 special 的这个The Chef of the Month， 然后而且他很特别，他写其实是晚上7点开始提供，所以其实他就是要提供伦敦啦。因为半夜是伦敦出发嘛，但因为现在下午其实是现在时间是5点，但他就说我们已经可以给你吃了，所以是不是人超好的？那我们就先从这个鲍鱼开始吃起。这个鲍鱼的话是3颗鲍鱼，就这边招牌的调酒。泰国这饮料都蛮好喝的啦。这个调酒的话，我念一下它的名字哈 ，Raccoon Taupo 是用菌，然后 Malibu、Blue Curacao， 然后 Lime Juice 跟 Green Lime 所调制的。好，鲍鱼是有3颗，它有搭一些这个是石榴，我们可能搭了石榴一起吃好了，它可能要我们搭配。其实我刚刚真的犹豫很久，因为总觉得在太行和伦贵宾室吃中餐好奇怪，可是本月特餐，好吧，我们还是 try 好了。好，我们继续吃。再来上来，这是中式的煲汤。这煲汤好喝哦，有模有样哦，有竹笙。而且汤很热哎，汤头很鲜，然后又够热。现在虾子上来，这虾子很厉害，这虾子是超大只的虾子。各位，这个虾子的一部分是这么大哦。这是虾子的一半而已，这虾子是那种超大只虾子，虾膏是很多很多虾膏的，哇，虾膏好鲜哦！我们来吃一口这个虾，有够 Q 弹的。他说沾一点这个酱，第2口我们沾点酱，酱是中式蘸酱好吃，我刚炸开还以为是龙虾了，因为它是一般的虾，但是它的虾非常大只。好，而且重点是都是蛋白质，而且分量不多，没有什么米饭之类的，非常好。我看我们等一下可以再吃一点小东西。那刚刚那个中式套餐的甜点，我叫他最后再上，因为他刚刚其实都蛮小份的，我觉得蛮好的，没有弄得像美国贵宾室那个都好大一份，那个我吃1份就爆炸了，对的。所以我还是请他上一些泰式料理。那就先有这个冬阴功。来泰国怎么能不是冬阴功呢？对不对？那里面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哦。里面就是2只虾子哦，不会很多。我有特别跟他讲 small portion。其实有观众留言就问说，就是我怎么吃得完那些东西？其实有时候就是，假如说，我有跟就是朋友啊，或是跟我们顾问啊一起出来的话，其实你们看到的那些东西，其实是我们2个人吃的啦。那如果是像今天这个是我1个人来拍摄的话，我都会特别跟他们讲说，帮我做 small portion。那我们就一样，现在尝一口这个冬阴功里面的虾子。冬阴功很好喝，它的酸辣刚刚好，不会到呛，但是很香。泰国料理的招牌菜怎么能不吃帕泰呢？对不对？哇，它这个帕泰也是，这个虾子也太是这样子哎，整只这么大的虾子哎，对，然后还有点那个泰式的烤猪肉，然后有一点点饭，还好都是 small portion。然后他给的这就是一些辣椒，然后这个是糖粉。这个是一些坚果碎，这个虾膏是这么多，满，蛮多都已经掉出来，撒在河粉上面。它的虾膏是这么多，
然后里面的虾肉整块的，完全整块虾肉。好，那我们先吃一口这个河粉，现炒的很好吃。好，我们再来试试看它那个烤的那个猪肉。烤猪肉也好吃。蛋白质的选择很多，很不错。我可能今天就没办法帮大家试西式食物了，极限了，我不行了。太行头等贵宾室在曼谷，餐饮真的厉害，酒单是不行了。好，那我先吃完喽。好啦，我们最后就用这个甜点来收尾了。这个甜点的话，就是很标准泰式的甜点，就是有椰奶啊，然后有布丁啊，然后泰国这些 QQ 的东西。我来吃一口，有点类似么么喳喳啦。对啊，这种东西都好吃，真的太满足了。真的在太行贵宾室吃的太饱了。很棒，我们现在最后就回来这个包厢部分，来给大家做这间太行头等贵宾室的总结。为什么人这么少？这一间除了太行本身 offer 头等舱的座位，其实就是真的很少。你一天就是4个航班，伦敦我还不确定是不是2班都有头等哦。那你4个航班总共32个位置，其实根本就卖不出去。像我今天那一班是8个坐5个，那其实基本上很多时候都坐不满，然后而且转机人可能也不多。那自家高卡是有的，我们来念一下太行的那个会籍哈。太行一样分成普卡、银卡、金卡、白金卡。那因为是新盟，所以我觉得大家比较熟悉的，你可以把它对标想成长荣的，就是绿卡、银卡、金卡跟那个钻卡。那金卡的话就是新盟金，那新盟金的话1年5万。或是2年8万，或是12个月搭太行国际线40个航段，3个条件就会取得金卡。这个门槛好像还好，跟长荣差不了多少。但是呢，它的白金卡就难了，连续2个12个月都是每一个12个月是8万，还没讲完哦。这个8万只计算太行自家的付费的头等跟商务，外行不算。经济不算，只算太行头等跟商务，那这个很难哦。你听起来会觉得说，2年16万好像比长荣简单，因为长荣那个是长荣赚是2年那个是20万嘛，可是没有，因为长荣那个是所有新盟都算，你搭任何舱等都可以算上去。太行这个不是，太行这个是你只能自家的商务跟头等，所以我的认为，我会觉得这个其实比长荣赚更难。那长荣赚本来就是很困难的，我们可以跟 ANA 对标。ANA 的话，你要飞到 ANA 赚的话，其实是10万 PP 嘛。可是他们的 PP 都有一堆加成的一个部分啊，所以其实那个不到10万 miles， 那个1年的10万 miles， 你如果用国内线飞，因为国内线是 double 啊，所以你如果用国内线，其实是大概5万多，其实就达标了。这个的话，我觉得其实比 ANA 赚可能还要再难一些。但是，时间成本上会多，但是金额可能不一定，因为太行机票比较便宜。对，太行机票的话，某些出发点太行机票确实是比较便宜的，所以太行机票普遍比其他新盟航司是便宜，所以你要这样算起来，可能金钱上成本不会差太多，可是时间真的要花很多，因为你只能搭太行头等或商务，那所以。这件事白金卡的话，你搭太行的航班，你就可以进太行头等贵宾室。可是达成白金卡太难了，真的玩太行汇集的人可能也很少，所以今天头等贵宾室的人潮看起来真的拥有太行白金卡的人应该是寥寥无几。我觉得这今天有颠覆我的3观。第一个就是真的没有人呢，我刚刚从4点进来，到现在已经快要6点，我进来的时候有1个人，后来他走掉了，好像刚刚好像又进来1个人，就这样子而已。这个贵宾室没有人，空间非常大，职员非常多。我想，这如果不是国营企业，应该早就改革或是倒闭了。刚刚端出来那些料理，看得出来都不是大锅菜预制的，不是。我其实满头问号，因为人真的太少了。我没有去过一间这么少人的头等贵宾室。好，你今天讲新航的 private room， 你说门槛很高，要买真头等。可是我跟你讲，新航头等卖下叫，而且头等舱供应数量是很多的。那个 private room，人不多不拥挤，可是你要说人少也没有，里面大概同时也都是有个10-20个人没有问题的。所以我其实有点懵了，所以我今天可能就是有点，刚刚录影的时候我有点卡住，是因为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去形容这间贵宾室。我觉得感觉真的非常的怪异，因为
这个一定是耗费巨资，因为这场地非常的大，里面职员也是10几个。但是这一天，尤其这个整个下午时段，就只有我一个客人，而且还有2区头等贵宾室哦。那一区我们刚看到那一区头等贵宾室的座位，其实是有40-50个以上，这么多的座位，我不知道是还是我今天来的时间不对，还是 I don't know。但是我有点难想象，因为国泰贵宾室从早到晚上不可能会有像这样子这么空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太行真的是非常的神奇。然后再来第二个更神奇的点，因为我们前面一集给大家上的太行头等，我刚刚大家聊过嘛，他今年就是9月10月的时候公告出来，就是说他不再做头等舱了。可是你刚听到了嘛，这一间头等贵宾室是今年2025年4月新开幕，所以你不觉得这东西非常吊诡吗？他耗费巨资在2025年4月盖了一间新头等贵宾室，弄得这么漂亮，这间真的漂亮哦。这间我先说哈，餐食我觉得非常好，酒单不行，空间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顶，因为贵宾室能够有这样一间一间这样子的包厢，有这么私密空间的不多，它的环境真的是非常舒服，然后又没有人，所以他今年2025年4月做了一个这么好的贵宾室，那这不就吸引头等舱的客人吗？然后9月10月跟你讲说我头等舱不干了，可是这个好像也不意外，因为你看他很任性，380买了，然后现在不用，就放在那边晒太阳，真的是非常非常任性的航空公司。就是可能我之前搭过的航空公司没有像这个这么任性，大家都是为了成本非常的努力去营造，然后吸引高端客群。那他不是，他把白金卡设一个超高的门槛，然后也没什么人在玩，然后这个福利很棒，但也没有人要用，然后他也吸引不到这些人。那旁边的隔壁星空联盟的新航人满为患哦。不过这个只算头等跟商务舱的这个积分这件事情，在新盟并不意外，有这样实施的其实航空公司蛮多的。太行是一个，新航的 PPS， 新航在新盟金卡之上还有 PPS 的话也只算商务舱以上自驾航班。然后 Lufthansa的话，在 Signature 之上的 Home Circle 的会员也是只计算德航自家集团的商务舱以上，所以这件事情并不例外，就是说你搭经济舱就不要成为高卡，这件事情并不意外。Qantas 的话没有 ，Qantas 的最高的那个 Platinum One 的话，它只是规定说3600的那个 SC 里面有2700要自家，但是那2700它没有限制一定要商务舱以上。然后英航在最新改版的制度里面，它也是限制是说你有多少一定要自家的那个 TP， 但是它也没有限商务舱以上。所以寰宇一家好像目前没有一家的会籍制度是你要拿到积分最高等的会员只能搭商务舱以上。目前好像没有见到，只太行这个门槛真的很高，所以他设这么高的门槛，结果没有人玩这个会籍，这个是没有人进来。我想这个换做其他航空公司的话，就一定会想办法调整自己的会籍，或是可能先会籍匹配，让大家先来体验，然后再割韭菜或怎么样，一定吸引人进来用嘛。因为你当人太多不行，可是这个真是完全没人，我真的是吓坏耶。对，所以今天我其实不知道怎么评论这一间，因为我觉得空间不大，但问题是根本没有人就变得很大，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就变得超大，所以我很难去评断。对，但是食物给的真的是好，但酒单真的是完全不行。然后其他部分还有床可以睡觉，其实我挑不出这一间硬体有什么设备哦。那个淋浴间真的是怪到不得了，他如果今天设定这个贵宾室人很多，那个淋浴间怎么够用？他外面锁上之后，除非2个人是一起旅游的人，一起有2间可以洗澡，要不然你要脱光给别人看吗？超级奇怪。所以一次只能容纳1组人去洗澡，一组人最多2个，超奇怪。然后里面有疑似一个3温暖设备，可是没有启用，好奇怪。我完全不懂太行的逻辑，完全不懂，就是它外面有置物柜，有8个锁头，可是8个置物柜打开都是堆放杂物，备品就是另外给欧舒丹，是很好没有错。但是那个设计真的超级奇怪，就是难道他觉得他的白金卡会员一次就只有1个人要洗澡吗？这是新盖，2025年4月新开。那你4月新开，你那边为什么不把淋浴间至少做个3间呢？那空间做3间绝对没问题。哦，好啦，我讲错，还有2间淋浴间呐，因为男生1间，女生1间。它的淋浴间是躲在厕所里面，所以男厕里面有一间淋浴间，女厕里面有一间淋浴间，所以一次可以同时容纳1组男生跟1组女生洗澡，超级怪吧？
不过还是一个很舒服的体验啦。就这张票，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来体验。那大家如果开这张票的话，记得哈，就是一定要太行接太行哦。你说太行接其他新盟就不能进来了，一定要走太行接太行，全程自家才能走自家规定进来这间头等贵宾室，好好享用这些设备。这个规则大家一定要记住。你今天要开票，那你是头等接商务，你一定要记得全程开自家，才可以使用主场的头等贵宾室。这个点是大家一定要切记。曼谷机场新盟其实还有好几间贵宾室啦，还有土航，还有新航，还有长荣，那个我们就下次再开箱，因为今天难得搭头等舱，我们就在头等贵宾室好好享受这美妙的时光了。好了，那这间我们就大家开到这边了。这间的环境其实很简单啦，就是一堆包厢，然后一个餐厅、淋浴间没了，它没有别的设施。不过餐食非常值得介绍，然后环境跟设备还有种种这些奇葩小故事，希望大家会喜欢哦。好了，那我们就下一期贵宾室飞行体验了，我们再见。太行头等很奇葩存在，可以来体验。拜拜。是不是跟这个1代、2代长得都不太一样呢？这边的话是以这个浅色木头为主，装潢的概念完全不一样。